欢迎来到月下传说馆，我是你的讲述人。在这里，我们将一起探索那些神秘的都市传说。今晚的故事准备好了吗？你有没有在午夜时分听见过一首似曾相识却又陌生的歌声？传说若你在深夜听到那诡异的旋律，一定要找到它的来源，否则你可能再也醒不过来。这个诅咒的故事最早出现在一个小城的郊区，那里有一条被称为夜歌小径的路。相传许多年前，一位年轻的歌手在那里失踪，他的歌声曾风靡一时，但就在他事业如日中天时，突然离奇消失。据说失踪的那晚，他正在为新专辑录制最后一首歌，但录音突然中断，录音棚里的人只听见一阵刺耳的尖叫。从那以后，那首歌的旋律成了禁忌，只要有人在午夜听见它，就会陷入无尽的梦境中。小镇居民丽莎讲述了自己的经历。某个失眠的夜晚，她在卧室里静静地翻阅书籍，突然一阵若有若无的歌声从窗外飘进来，那是一段哀伤又令人着迷的旋律，像是某种旧时代的摇篮曲。丽莎起初以为是邻居开了收音机，但当她仔细聆听时，发现歌声似乎是从远处的小径传来的。她不由自主地走向窗边，推开窗，却看到小径深处隐约有一个模糊的身影，一个穿着白裙的女人，背对着她，头轻轻摇摆，仿佛在与歌声同步。丽莎的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恐惧，她不敢动，却又感到一股奇怪的吸引力促使她靠近。必须找到歌声的来源，否则就会陷入梦魇。丽莎的脑海中突然冒出这个念头，像是有人在耳边低语。第二天清晨，她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自家门口，手里紧紧攥着一朵猥亵的白玫瑰，而窗外的小径依旧静谧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其他目击者的故事也相似，甚至更加离奇。有一名夜班出租车司机声称，他载着一个穿白裙的女人到小径尽头，当他回头确认车费时，后座却空无一人。一名学生在宿舍里听到旋律后，第二天被发现昏迷在床，脸上挂着诡异的笑容，医生无法唤醒他，直到3天后他自行苏醒，但却完全记不得任何事情。一些传说研究者认为，这首歌的旋律具有某种心理暗示效应，能让人被迫进入深度催眠状态。而另一些人则坚信，这和歌手的冤魂有关，他的歌声带着无尽的怨念，成为了一种无法摆脱的诅咒。有传言说，若你在午夜听到这首歌，千万不能忽略它，你必须跟随旋律找到它的源头，否则在梦中你会不断地听到这首歌，直到迷失在自己的潜意识深处。这个诅咒的来源可能与那位失踪的歌手有关，他死前正是录制这首歌时出事的，甚至有人在他的老录音棚附近听见过同样的旋律，但那里早已荒废多年。一位探险家曾试图破解这个传说，他在午夜来到小径，录下了整晚的声音，却发现录音中只有风声和虫鸣，根本没有任何歌声。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当他回到家播放录音时，那段旋律却清晰可闻。几天后，他被发现死在家中，耳机仍挂在头上，嘴角露出一抹诡异的微笑。这首歌的旋律从未被完全记录下来，
或许这正是它的诡异之处。它只在午夜响起，只为特定的人演奏，而那些听见它的人，要么找到真相，要么迷失在无尽的梦中。如果你在午夜时分听到一首熟悉却诡异的旋律，你会选择追随它，还是装作什么都没听见？今天的传说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些故事，别忘了点赞订阅。下次再见，月下继续相伴。